嗨，各位好，这里是伴你入睡，我是艾米，每晚在这里跟您道一声晚安。在姥姥的疼爱里长大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？一个很暖心的视频告诉我们了答案。视频记录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一会儿从怀里掏出来热气腾腾的包子，一会儿又变出了香喷喷的臭豆腐，仿佛怀里揣着个百宝箱，而这个百宝箱只为自己的外孙变魔术。视频当中的老人是黑龙江小伙周宇的姥姥。东北天气冷，姥姥总是担心零食凉了，所以把他捂在怀里。尽管雪天路滑，姥姥也舍不得自己的外孙子饿肚子。刚开始看视频的时候，我乐得不行，可看着看着，眼角就不自觉地湿润了。网友评论说，心疼外孙儿就是心疼女儿，深以为然。现在姥姥已经成为了带娃的主力军。中国新闻网曾经发起过一项投票，在有效的3565份投票中，有接近一半的家庭都是姥姥带娃的。调查中问到的原因大体有3个：一是爷爷奶奶无法照看，不得已让姥姥带；二是妈妈希望让姥姥带；三是姥姥心疼闺女，自己主动带。而姥姥心疼闺女占了大多数。很多姥姥都是心疼闺女刚生完孩子，既担心她的情绪不好，又不想她辛苦操劳。那个一直被她捧在手心的小公主，即便当了妈妈，在她眼里依然是个孩子，需要自己的保护。罗曼·罗兰说，母爱是巨大的火焰，在带娃的路上，他们总是冲在最前面。生完孩子以后，听到妈妈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来抱，你休息一会儿。和大多数家庭一样，我们家也是姥姥带娃。怀孕的时候我就得了腰疼的毛病，妈妈知道了就很少让我抱孩子，每次都是她抢着抱。一看见我抱，无论她在干什么，都会立刻放下手中的活，跑过来接过去。妈妈特别爱干净，喜欢收拾屋子，洗衣服总喜欢手洗。白天抱娃没时间，她就趁着早晨孩子没醒的时候收拾房间，晚上孩子睡了洗衣服。我要帮忙，她总是以我弄不干净为理由打发我。前天中午回家，老爸把我拉到一旁说，你妈今天摔了一跤，坐在地上好久都没有爬起来，还好后来我看见把她拉了起来呢。听了爸爸的话，我才意识到我有多么的粗心。我只想到自己生完孩子需要休息，心安理得地看着妈妈抱娃，却忘了妈妈的腰也会酸，也会痛。她只是因为害怕我累，所以强撑着自己。突然明白，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不过是妈妈在替你负重前行啊。惠特曼说，全世界的母亲多么的相像，他们的心始终一样，每一个母亲都有一颗极为纯真的赤子之心。是的，天下所有的姥姥都一样，只会心疼女儿，却忘了心疼自己。曾经看过一个视频，记录了中国姥姥的一天。姥姥早上6点不到就起床去菜场卖菜，上午给外孙做辅食，下午带着外孙出去玩，晚上还要做好一桌子菜，等女儿女婿回家吃饭。等到女儿回家，辛苦了一天的姥姥虽然哈气连天，却强忍着倦意，拿小书画逗着孙子开心，只是为了不让外孙缠着女儿，让上了一天班的女儿能休息一会儿。等到女儿女婿外孙都睡了，姥姥又拿出购物袋缝缝补补，忙碌的一天这才过去了。虽然视频记录的是一个姥姥的一天，却也是中国千千万万姥姥的一天。老人们放弃了晚年的安逸生活，跑到大城市为奔波的儿女们帮忙带孩子，只为缓解他们的生活压力。他们不累吗？他们当然累，只是他们更怕你累。曾经看到过一个公益短片，
片中的女主是位职场妈妈，工作非常忙。为了减轻女儿的负担，女主的妈妈便背井离乡来到了北京，给女主帮忙带孩子。女主上班的时候是姥姥带的，女主下班之后忙着加班，依然是姥姥带的。有一天孩子突然发起了高烧，姥姥急得不得了，她给外孙盖上厚厚的棉被，想给外孙发汗。不料女主却嫌弃妈妈的方法太老套，想都没有想脱口而出说：我工作压力那么大，你到底是来帮我的还是……话没有说完，女主的妈妈却完全明白了。她傻傻地站在原地，像个犯错的小孩。后来女主带孩子去医院，着急的姥姥也想跟着去，却被女儿一口拒绝：你就别跟着添乱了。伤心无助又自责的姥姥一个人在房间里哭了，她觉得自己没用极了，打包了行李，准备回老家，不想给女儿添乱。临行前，她还惦记着女儿没吃饭，给女儿包了一桌子的饺子。是的，妈妈的年纪大了，也许她的育儿观念陈旧老套，可是她的初心却全是为了你。在我们牙牙学语的时候，他们从未嫌弃过我们笨拙。那么在他们眼神不好、听力退步、思想跟不上时代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也给他们多一点耐心呢？不要让他们的一片爱换回的是你的口不择言和所谓的无心伤害。短片最后，女主在幼儿园的门口找到了在等女儿放学的妈妈，她还是没有舍得离开。她舍不得自己的外孙，更舍不得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的女儿。妈妈不会生我们的气吗？当然会，只是你是她的女儿，她怎么忍心和你计较？他们不是没有脾气，只是更怕你受委屈啊。我们小区也大多都是姥姥带孩子，有一位姥姥来合肥已经8年了。以前在老家特别喜欢跳广场舞，也有一帮自己的姐妹，可自从帮闺女带孩子后，就再也没有跳过广场舞，连好姐妹都没有时间联系了。我问老人家习惯不习惯，老人家回答说，不习惯也没有办法呀，我不帮忙，累的不就是我闺女吗？这就是姥姥心里最真实的想法。为了女儿，可以牺牲自己的兴趣爱好，背井离乡，去陌生的城市过陌生的生活。为了女儿，他们可以把不习惯过成习惯。朋友小迪家也是这样，本来他爸妈计划好了退休后出去旅行，结果他爸妈还没退休，小迪就生了。婆婆不愿意带，小迪的爸爸就提前退到2线，两位老人家火急火燎地赶到小迪身边。看着爸爸妈妈忙碌的身影，小迪忍不住发朋友圈感谢爸爸妈妈，牺牲了自己的旅行计划给自己带娃。他妈妈就回了一句，世界有什么好看的，哪有我闺女儿好看呢？朋友瞬间泪目。是啊，世界那么大，你想去看看，可在姥姥的心里却想着，女儿在哪儿，家就在哪儿。纪录片《姥姥》中，大部分的姥姥都是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家乡，来给女儿带娃。用姥姥们的话说，就是跟着女儿享福来了。云云的姥姥曾经是个演员，退休后就喜欢唱唱戏，和朋友聊聊天，或者和女儿出去旅游。可自从有了云云，她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，每天就是围着孩子转，再也没有自己的时间。和云云姥姥一样，帅虎的姥姥也是从老家来到郑州给女儿带孩子。她说，刚来的时候一个人都不认识，非常孤独，每天抱着孩子坐着，傻呆呆的，头发都急白了。那为什么还要来带娃呢？说，谁不为，也得为我姑娘啊。这应该就是最真实的答案了吧。兴趣诚可贵，自由价更高，若为女儿故，两者皆可抛。在姥姥们的心里啊，女儿才是最重要的。对于姥姥而言，她也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啊。
可是自己自由了，女儿怎么办？他们只能牺牲自己去成全女儿，成全女儿在职场的鲜衣怒马，成全女儿生活当中的诗和远方。前半生养子女，后半生抱子孙，这是多少姥姥的写照啊！而我们呢，有没有珍惜呢？有多少人一边嫌弃着父母的思想老旧传统，却又一边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父母给自己创造的舒适生活？他们年纪大了，很多想法跟不上，请多给他们一些体谅。要知道，带娃是你的责任，不是他们的。请你也给他们多一些的关心，主动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。在该休息的时候，请多带带孩子，多做做家务，不要让娃出生姥姥养，爸爸妈妈就上网，这种行为寒了老人的心呢。要知道，只是因为对你的情分，他们才甘愿在本该安享晚年的年纪，放弃自己的生活，成全你的幸福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最应该报答的，就是我们的父母。其实时光真的走得很匆忙，不要总是觉得来日方长。也许你无以为报，但请至少对他们说一声谢谢你。谢谢他们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毫无怨言的扶持，承担起本应该你承担的责任。也请你记得，在爱你的孩子的时候，别忘了爱他们。这里是伴你入睡，我是艾米，每晚在这里给您道一声晚安。